大家好，我是瘦猴，我已经自驾游1个多月了，全部都是住在我的面包车里，然后包括平常做饭、睡觉，还有生活用电，都是在面包车里完成的。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面包车里是怎么生活的，我都准备了哪些东西。我现在是在一个小树林里面，然后先看一下。这是我在西藏买的红景天，还有藏雪莲。本来打算在成都卖的，然后一路走过成都也没有停留，在这里晾一下。看一下我的面包车，车里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。我并没有拆座椅，只是在座椅上面铺了一层板子，然后用铁丝固定了板子。上面是一个防潮垫，还有一个棉垫。这是在西藏的时候盖的一个棉被，还没有来得及换下来。下面车里面还有一个薄的被子。这个床的宽度是90厘米，然后长度是1.9米，和上学时宿舍里那种床的大小是差不多的。然后这个被我给踩烂了，全车只有这一处不能踩，其他的地方都是可以踩的。看一下，这下面都是座椅，然后中间还有支撑。这是水桶，我准备了2个这样的水桶，是20升的，2个20升的。还有，这是我在转山冈仁波齐的时候准备的一个拐杖，也是20块钱买的。还有，这是一个手机支架，这是一个充电宝。这是大家经常见到的打气筒，因为我这个轮胎可能慢跑气，所以经常用这个打气筒。还有带了一些书，平常也没有看过。这是一个洗车用的，也没有洗过车。这是我的一双拖鞋，还有我的大风扇。这里还有一个小风扇呀。这2天从西藏下来之后就特别热，所以就把小风扇拿下来用了。这是 USB 接头的，用充电宝就可以用的。然后看一下我平常是怎么充电的，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。还有电脑的充电，电脑的键盘坏了，这是我前段时间在路上买的键盘。电脑充电的话，就是用这个控制器，这个逆变器可以转成220伏的电，然后给电脑充电。然后这个夹子就直接夹在我的电池上面。这个电池我是用太阳板给电池充电的，电池是60安的，不过应该不到60安。这是太阳板的一个控制器，现在是满电。控制器有2个 USB 接头，可以平常充手机、充电宝。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太阳能系统吧，是怎么给充电的。我把太阳板固定在车上面了，这是一个100瓦的太阳板，还是比较大的，平常的电是用不完的。太阳板有很多朋友说不牢靠啊，其实我粘的特别牢靠，粘得很紧。直接晃太阳板，整个车都晃动起来，太阳板都不会动的。然后这是扯下来的线是直接在这里窗户这里进去的，进去之后直接接在了控制器上面，控制器的另一端，然后接在电池上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逆变器是直接加在电池上面，把12伏的电转成220伏的，然后就可以直接给电脑充电了。然后100瓦的控制器一般，100瓦的太阳板一般都是接60安的电池，但是我这个电池比较小，可能只有20安，但是这样的话电还是用不完的，还够我平常蒸米饭用的。还有看一下这里，这是给小狗准备的狗粮，还有平常做的小板凳，还有这2个盆子都变成小狗的
吃饭用的了。还有这是一个水桶，里面是一个折叠盆，还有我的牙刷、牙膏，还有一些洗漱用品。这还有一瓶小狗的沐浴露，加油用的玻璃水。这个水桶，这是另一个水桶，里面已经没有水了。还有，这是我之前自己做的一个折叠桌，之前视频有给大家介绍。现在介绍一下我做饭用的东西。做饭就是用这个汽油炉啊，之前也是有给大家介绍的汽油炉，在这里就不介绍了。还有，这是案板，太乱了。这是案板，还有一些油瓶、炒菜用的东西。这个小锅，平常做饭就用这个小锅，后面有个大锅，一般不用的。这里还有一个蒸米饭的锅，里面是洗衣液，这是在路上买的机油。说一下这个机油啊，我在西藏那边买的是150块钱这一桶，然后我在成都这边的加油站问的是80块钱一桶，真的快差了一半了。看一下我的箱子，出发的时候还是好好的，拿来拿去的就烂完了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些东西。我把东西都拿了下来呀，然后还有这个箱子，这是我的一双鞋，该洗了。这是2个气罐，因为我那个汽油炉是可以烧汽油的，也可以烧气罐的。这是我备用的2个气罐，然后接着还有一个备用的炉子，因为这种烧气罐的炉子是很便宜的，30-40块钱就买了。这是一个从汽车里可以抽油，然后抽汽油，可以给我的气罐用。这是防蚊的纱窗，也没有用过。这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。还有我带的感冒药，这是修汽油炉用的东西。然后我还准备了一个汽油桶，大的油桶，里面是有油的，所以我的燃料是不怕用完的。我烧汽油的做饭用的燃料。天气快黑了呀，然后像素就不太好了，然后还是要把这个视频录完吧。这是我车后面放的一个箱子呀，这是一个大的炒菜锅，也有用过的大的炒菜锅。这是一些挂面，挂面剩的也不多了，还有一些大蒜，大蒜没吃过，带的花生豆。这个箱子其实很方便的，支撑到后面，然后这里也可以压了。这是行李箱，放衣服的。这是一个洗澡帐篷，站立的帐篷。这是一个，太黑了。这2天在家里面，我把我的面包车也已经改装回来了，然后洗刷了一下。现在我要去修车店，然后去给面包车换个轮胎，因为跑西藏跑了有1万多公里了，然后让师傅检查一下车子有什么地方需要修理的地方，然后现在去修车店。等一下让大家看一下我的轮胎都已经炸裂开了，必须要换一个了。看一下我的汽车轮胎，然后看一下这裂纹都特别深了，因为跑西藏有1万多公里了，然后面包车能撑到现在真的很不错了。然后这个轮胎有一点慢跑气，等一下让师傅检查一下。还有就是1万多公里我都没有修过车，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，等一下让师傅检查一下看有什么问题。我现在是在我们镇上面，然后这里有个修车店，
我看一下我这车轮胎白个。我就跟你说了。啊？咱这都已经，除非这样，要么你让4S店发展进去。这有那长轮胎吗？比原厂轮胎高一点。高一点。哦。要几条？要你看看我这轮胎，这有几条需要换没？就一个。就一个不分内外。不分内外的。里边没有内胎，就有个内胎，就跟它一样。没有问题。那也就是说，我开过来，然后测，如果对的话直接装，如果不对的话，你问一下省东有没有这个货。上的车都是这，这跟那中间有毛病，一般都不修。有人车搁不着，都没修。这是保养的话，都保养啥？机油离心、空气离心。直接光换一下机油吧。光换机油换了，离心换了。哦，那得多少？离心、空气离心。换那得多少钱？一套150。总共换了150。连机油带离心。哦，那管明个跟轮胎一块换。啥都管。要不然光换个轮胎还管。那个慢跑器的能补不？明个可以给你检查检查。我看那慢跑器也没啥问题不？我明天拆了检查检查，明天。明天。把那轮胎肉给拆了检查检查。哦。要是烂的话就补，不要换的话就补。那管。那刚才在修车师傅那里问了一下，汽车需要做哪些保养，然后主要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主要就是2个轮胎，还有就是换一下机油、空气滤芯。轮胎一个是130块钱，130块钱一个，然后空气换机油和空气滤芯总共是150块钱，然后总共下来要500-600块钱。然后他现在轮胎没有货，然后明天才能有货，所以说明天我再去换一下机油，换2个轮胎，车子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我现在已经回到了家里面，然后我的面包车西藏之旅就已经结束了。有很多网友询问我走的路线，还有我的花费，然后这个视频我就来总结一下我所走的路线，还有我总共花费了多少钱。我是6月30号从河南商丘出发的，然后中间经过了陕西、山西，然后宁夏、甘肃，到达青海，从青海无方向走109国道，然后进入的拉萨，从拉萨又走的219国道，到达西藏阿里地区。冈仁波齐是最终的目的地，从冈仁波齐返程，然后走的川藏线318国道，经过四川和陕西，然后到达河南，总共走了45天。还有就是有很多网友问我为什么不从西藏到新疆，其实我也有规划路线，然后我查到的是从西藏到新疆的路是比较难走的，我担心我的面包车回不来。另一方面就是还是比较远的，我的油费也不多了，因为做视频并没有挣多少钱，油费不多了，所以我直接就走318国道直接回来了。现在我来看一下我总共费了多少钱。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油费，我在生活上面还是比较节俭的，油费总共花了4410元，然后还有过路费，因为我全程都没有走高速，只是过一些桥啊，还有一些国道会收费的，总共花了是45元钱。还有就是在宁夏的时候被开了一张罚单，是因为没有贴实习标贴，然后也没有灭火器，罚了50块钱。还有就是住宿费，我全程45天只住了一次宾馆，是120块钱，在拉萨那边住的宾馆。还有就是门票费用的话，我全程收费，一般我的原则收费的地方我都不去的，然后但是在冈仁波齐转山还是要收费的，是收了150块钱，所以说门票花了150块钱。还有就是吃饭
吃饭的话，我一般都是自己做着吃，生活费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账单，吃饭生活费总费用不超过1000块钱。平常喝水什么的，我都是去带个水桶去旁边住户人家去打水喝。然后还有车子行驶了大概有1万公里左右，然后车子没有任何问题在路上。然后轮胎有一点小问题，但是我也没有换轮胎，只买了一桶机油，机油是150块钱，买了一桶机油。我在家里这边问的是70块钱，同样的机油，那边很贵。然后总费用是5809元，总费用就是我这一趟下来的总费用。还有就是说，我买面包车总共花了是4600块钱，然后加上过户什么的，总共是5000块钱。然后后来就是改装面包车，还有准备一些东西吃，是花了1000块钱。还有就是我来强调一下我的生活费，有很多网友私信我，我告诉他我总共花费了多少，然后他还质疑我的生活费，因为我一路上都是在下面条吃，出发的时候我还带了汽油，所以在路上也没有加燃料，带了很多面条，在路上也没有额外的再买面条，所以说一路上基本上全在下面条吃，生活费说1000以下已经很少了。最后我算了一下，这趟旅行在路上的花费是5800块钱。其实我买的面包车才4600块钱，然后加上过户总共是5000多一点，然后1000块钱准备了改装面包车的装备，还有一些用的东西。200块钱又准备了很多吃的，然后出发前准备了很多吃的，在路上我才能那么省钱。然后总共算下来才1万多一点，然后我完成了这次旅行。其实出发的时候我已经考虑到，如果车子在路上出了什么问题，直接丢在路上，其实也不心疼，因为车子并不贵。但是现在安全的把车子也带回来了。还有就是我现在正在准备我的下一趟旅行。可能大家看我拖拖拉拉的，老得像个大叔了，但是我觉得我还年轻，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也没有经历过什么风浪，现在只想到外面走一走，体会一下不一样的生活，感受一次不一样的世界。接下来我的边摩托自驾俄罗斯，很多人会觉得会是受罪，而我也已经把它当做了一场苦行。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已悄然无踪影。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